村里土豆滞销，只能卖1毛5一斤。而在我的介绍下，甲方以4毛1斤的价格全额收购了村里土豆，本该亏损的村民反而多赚不少。然而提前说好的20万中介费，村民们却一直拖着不给。你是帮了小王庄一点小忙，可这胃口也太大了点，上下嘴唇一碰就要20万，乡亲们的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。我们也不是不讲情分的人，给你拿2盒烟，就当是感谢你对小王庄的是这么上心。我笑了，千万生意，这一点点钱竟然还要赖掉，真当甲方是因为你们土豆的质量买单的？上个月我给小王庄滞销的土豆找到了销路，可他们答应给我20万中介费，却迟迟不给，拖了1个多月也没消息。我打算去问问春花婶带孙子玩呢。到村口正好碰到带孙子遛弯的春花婶，我主动跟她打招呼。春花婶看了我一眼，嗯了一声，继续拉着孙子往前走。以前她对我可是很热情的，还说要把她小侄女介绍给我呢，怎么感觉这次的态度有点冷淡啊？一路上又陆续碰到了几个小王庄的村民，我都很热情的主动跟他们打招呼，可他们的态度和春花婶一样，不冷不热，说一句不咸不淡的话。这种怪异的表现让我有些奇怪，好像突然之间我们变得很生疏一样。我也没多想，直接奔着村委会去了。村长胡有才和几个村民正在打麻将，胡叔忙着呢。进了村委会，我主动掏烟挨个递过去，跟他们打招呼。永生来了，坐坐坐。比起那些突然对我冷淡的村民，胡有才的态度要热情得多，不仅起身招呼我，还给我拉了把椅子。胡叔，那中介费是不是该给我结一下了？坐下来抽了几根烟，东拉西扯闲聊了一会。见他们光顾着打牌，我只好主动把话题扯到了中介费上。中介费？什么中介费？胡有才摸牌的手一顿，皱着眉头想了一会，然后抬起头看着我。要不是他的表情太浮夸，我差点就以为是真的了。胡叔，别跟我开玩笑了，20万的中介费当初不是说好的吗？我干笑了几声，觉得有些别扭。欠债还钱天经地义，胡有才好歹也是一村之长，在这装傻充愣，属实有点掉价。就在我以为主动把话挑明就行了的时候，胡有才接下来的话却让我笑不出来了。永生，是你在跟我开玩笑吧？张口就要20万，你把我这当银行了？胡有才喉咙咕噜了几声，一口浓痰吐在了地上。我一下怔住了，直勾勾盯着胡有才。他那张常年风吹日晒、有些黝黑的脸上，除了狡猾与奸诈，什么也看不出来。胡村长，说好的是，这是不认账了？当初求我帮你们小王庄卖土豆的时候，你可不是这个态度啊！我周永生一没拿刀逼着你，二没坐地起价，是你主动提出给我20万中介费的。怎么，现在找着买家了，就想过河拆桥了？我看着胡有才，冷笑起来。我叫周永生，是大王庄的村民。机缘巧合下，我成了一名商业掮客，给买家找卖家，给卖家找卖家，专门给人介绍生意，从中抽佣金。在村里的几年里，我也经常给村民们介绍生意。而我们村有一大半亩地是主要种土豆，土豆是一种非常省心的农作物，有土就能长。要是能用点心施肥浇水除虫，那就是疯长了。小王庄种了几10年土豆，形成了一套自有的种植体系，从选种到育苗，经验早已成熟。多了不敢说，亩产5000斤是轻而易举的。所以小王庄在过去那些年一直都是我们乡经济条件比较好的村。可随着各地的科学培育种植技术日渐成熟，据说连沙漠里都能种出土豆来了，竞争就来了。这几年土豆市场百花齐鸣，小王村就面临着严峻而又现实的问题，销售困难。虽然小部分土豆村民们能够卖出，但大部分土豆却还是囤积，只能眼睁睁地看在烂在地里。于是村民们就将希望放了我的身上。经过了和村民们的一番商议，最终村长决定，如果能把所有土豆都卖出，就给我20万的中介费。而对于当时的他们来说，20万分摊到每户其实不多，重点是能把土豆卖出去换来钱，总比卖不出去烂掉强。在我的介绍下，从开价5毛到要价3毛，经过一番讨价还价，最终价格定在了4毛，全量收购小王庄的土豆。要知道，胡有才之前去农贸市场找买家，人家给他开的价才1毛5一斤。小王庄总共有600亩耕地种植土豆，按亩产5000斤算，全村产量有3000万斤，每斤4毛的收购价就是1200万。1200万的生意，我只收了20万中介费，还不到 0.02。之后签订收购协议，孙总当场给了胡有才20万预付款。签完协议后，临走前我还特意叮嘱胡有才抓紧时间准备发货。小王庄村民齐心协力，1周内把第一批300万斤土豆发给了孙总。预付款收了，第一批货也发出去了，这笔生意已经在进行中了。按说小王庄该把中介费给我结了，可我左等右等，就是没有消息，
只能主动上门去要。没想到今天却要到了小王庄的集体赖账，你算老几啊？这么跟我们村长说话，真以为小王庄欠你的？胡有才对面的李柱把手里的麻将往桌上一拍，瞪着眼冲我叫道：“几个意思？想跟我玩魂的？你算什么东西？”我顿时火了，一拍桌子站了起来：“永生，大家都是乡亲，有话好好说。”一旁的李二牛和胡有富连忙伸手拉着我坐下。永生，你看你咋还急眼了？你是帮了小王庄一点小忙，可这胃口也太大了点。上下嘴唇一碰就要20万，乡亲们的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，我们也不是不讲情分的人，给你拿2盒烟，就当是感谢你对小王庄的事这么上心。胡有才说着，从兜里掏出2盒烟扔在桌上，4块1包的红旗渠，再看看我手里31包的玉溪，我有种被捉弄的愤怒。村长还真是大方，不过这烟太好，我怕抽了得肺癌。我斜眼瞥着胡有才，没好气地说道：“你牛什么？抽玉溪了不起啊？等我们卖了土豆拿到钱，我抽的比你还好。”李柱又冲我嚷嚷起来：“你也知道要等到卖了土豆才有钱，没有我，你们的土豆能卖得出去吗？还好意思跟我叫唤，你哪来的脸？”我嘲讽一笑，毫不掩饰地挖苦李柱，这货就是个没脑子的愣头青，胡有才的铁板狗腿子。那土豆也是小王庄自己种出来的。李柱不服气地反驳：“行了，我不跟你这种没脑子的人争论，显得我也没脑子一样。胡村长，当初找我帮忙介绍买家，答应给我中介费的事是你说的。大男人一口唾沫一个钉，我今天就问你句实在话，当初答应的事能不能兑现？”我白了李柱一眼，把目光转向胡有才。当时村里的土豆卖不出去，全村300多户都指着这点收成吃饭呢，我急得吃不下饭睡不着觉，一门心思只想着帮乡亲们解决困难。我也是昏了头，不管不顾就夸下海口，答应你只要能把土豆卖出去，就给你20万。可是永生，20万不是20块，别说小王庄，你到咱乡里打听打听，有几家能拿出20万的？现在你跟我要钱，我就算砸锅卖铁也拿不出来啊！不就是介绍了个老板过来动动嘴皮子而已，你那嘴又不是开了光，也不是金子做的，你怎么敢要20万的？咱们乡里乡亲，按理说这也是你分内的事，顺带着搭把手帮忙，这钱就算我给你，你敢要吗？你就不怕乡亲们戳你几两骨？到时候大家提起你周永生，不得说你没有人情味，连乡亲们的血汗钱都要。做人留一线，日后才好相见嘛。你帮了乡亲们的忙，大家伙自然也会记你的情，这情谊可是无价的。实不相瞒，不是我不给你钱，乡亲们都觉得你不该拿这钱，也不愿出这钱。胡有才点上根烟，吧嗒吧嗒抽着，语重心长地给我上起课来。呵呵呵呵，看着他那张一本正经的脸，我忍不住笑了起来。笑什么？胡有才被我笑得有些发毛了。以前我还觉得你是个老实人，现在发现你也是个人才啊，能把赖账说得如此清新脱俗，了不起。你说拿不出20万，拿我当傻子忽悠呢？这钱又不是让一家出，全村平摊下来每家也没多少吧？说什么分内的事，我又不是小王庄的，我欠你们的。我搭人情卖面子找关系给你们找销路，你空口白牙几句话，合着我前前后后白忙活了呗？活我干了，该我拿的不能少了，为什么不要？凭什么不要？还拿乡亲们压我，告诉你我不吃这套。我敲了敲桌子，再也不给胡有才留半点面子。这老东西真是够可以的，把交易说成了帮忙，还理直气壮的。这钱我要是不给呢？胡有才脸上露出了凶相。不给不行，我盯着他的眼睛，丝毫不退让。要钱没有？你要不乐意，就去村里转转，看上谁家的土豆了，装几袋走。不过我告诉你，我们小王庄也不是好欺负的，激起了民愤你自己考虑后果。胡有才心虚地躲开了我的视线，但还是没忘了放狠话。我把话撂这，是我办了，钱就得给我，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。给你3天时间，不给我个说法，别怪我不顾往日情面。我下达最后通牒，直接起身离开。胡有才这是拿我当叫花子打发呢？我他妈穷疯了，跑这讹土豆来了。回去的路上又遇到了那些村民，我忽然明白他们对我的态度为什么变了，应该就是这20万中介费的事。没找到买家的时候，把我当成了救命稻草，许以众筹。我给他们找到销路，立马就翻脸不认人了，连之前答应好的事都反悔了。事办了，用完人了就不认账了，天底下哪有这样的道理？这些人啊，还真是自私自利，估计在他们心里我已经成了占小王庄便宜的恶人了。虽然我已经跟胡有才放了狠话，给他3天时间，可这件事具体该怎么解决，我也没有头绪。当初胡有才找我帮忙，答应给中介费的事，也只是口头上的承诺。谁能想到小王庄会做出这种事呢？这下可好，就算想打官司都没证据。不过让我就这么吃这个哑巴亏，我可不乐意。思来想去，也没有想到什么好办法，
我决定刘宇打个电话。刘宇是我的师傅，也是小王庄这次卖土豆的关键人物。我是通过他才联系孙总把小王庄的土豆卖出去的。小王庄答应给我的20万中介费，按规矩要分给他一半。现在小王庄耍起了无赖，受损失的不光是我，还有刘宇。于情于理，要我也该把这个情况通知他一声，征求一下他的意见。但不管怎么说，就算最后小王庄1分钱不给我，我也会自掏腰包把刘宇的那份给他。我不能不讲信用，而且我们合作的路还很长，不能为了这点钱坏了规矩。刚要拿手机，刘宇的电话就打过来了。宇哥，我正想给你打电话呢，你就打过来了，咱们哥俩还真是心有灵犀。我接通电话，笑呵呵地说道：永生，有时间吗？咱俩见一面，我就在你们县城。刘宇开门见山提出要见面。行，你发地址，我马上过去。正好我也要跟刘宇说说小王庄的事，毫不犹豫就答应了。半个小时后，我来到县城一间茶楼，见到了刘宇。永生，坐。刘宇冲我点点头，倒了杯茶递给我。永生，实不相瞒，我今天是专门来找你的。提前声明啊，我没有埋怨你的意思，但你那帮乡亲们有点坏规矩了。等我坐下后，刘宇转动着桌上的茶杯，脸色有些阴沉。乡亲们？我一怔，随即想到了小王庄。难道小王庄不光在我这耍了赖，还得罪了刘宇？宇哥，我正好也想跟你说个事。之前小王庄找我帮忙的时候，说好了事承给20万中介费，这笔钱咱们哥俩对半分。可到现在我还没见着钱。今天我去小王庄问了，结果胡有才那帮人直接跟我耍起了无赖，说什么当时只是随口说说，没想着真给。我要不乐意就从他们村背几袋土豆回去。我咽不下这口气，又不知道该怎么解决，你帮我出个主意。不过宇哥你放心，不管这笔钱最后能不能拿回来，你那份绝对不会少。想到这，我连忙先把自己的事说了出来，以免刘宇误会。这帮眼窝子比指纹还浅的土鳖，真是没吃过几个好菜。小王庄那个叫胡有富的，你知道他干了什么吗？他绕过我，偷偷跟人家孙总联系，想跟人家直接交易。昨天找到孙总公司去了，说小王庄的土豆以后直接跟他交易就行，不用再通过你我，货款也结到他账户上。还说什么小王庄愿意和孙总长期合作，以后孙总需要的土豆都由小王庄供应。胡有富还带了一份小王庄村委会开的介绍信，证明他可以全权代理小王庄的土豆。孙总担心这里边是不是有什么问题，专门给我打了个电话，要不我都不知道。钱是小事，我也不差那10万20万，可他们这么做事，那不是砸我的摊子吗？要都这样做，以后我还干个屁！刘宇越说越生气，一把拍在了桌子上。胡有富是胡有才的弟弟，今天在村委会打麻将的人当中就有他，看着不声不响的，竟然还能干出这种吃完饭就掀桌子的事来。宇哥你消消气，这帮王八蛋这么缺德的事都能干出来，真是一点规矩都没有了。我连忙给刘宇倒上茶水，劝他不要生气。刘宇之所以如此愤怒，我完全能理解。小王庄赖账不给中介费，对我而言也就损失了20万。可胡有富直接去找人家孙总的操作，那就是再砸刘宇的饭碗了。前客最重要的是什么？是口碑。卖家对前客有信心，才会找前客卖自己的产品。如果都像胡有富那样，刘宇前脚刚促成了生意，后脚买家卖家就绕开他私自交易，那他还有什么存在的意义？以后还会有谁来找他？真以为那笔中介费是那么好赚的，动动嘴皮子介绍买卖两家认识就行了？这里边名堂多着呢。介绍生意只是其次，重要的是前客还肩负着担保的责任。无论是买家任何一方出了问题，受损失的一方都可以找前客要说法。刘宇干这行有些年头了，钱也没少赚，人家真不差这10万20万。可这个口子一开，他的口碑就会受到影响，损失的可不止这点钱。孙总也是清楚这一点，所以才会在事后打电话询问刘宇。说白了，比起胡有富和他手中的那纸介绍信，孙总更信任刘宇。对于生意人来说，尤其是做大生意的老板，一个优秀前客的重要性不是一两单生意能比的。好的前客只要价格到位，可以替雇主解决99%的难题。一顿饱和顿顿饱的道理，孙总还是清楚的。永生，这是怎么处理？我想听听你的意见。刘宇的情绪平复下来后，询问我有什么打算。在得知孙总特意打电话通知刘宇胡有富找过他之后，我就已经明白了。小王庄这次踢到了铁板上，凭刘宇的能力，他完全有能力把这笔生意搅黄，让小王庄的土豆回归滞销状态。他之所以征求我的意见，是在给我面子，不然他直接就能把事办了，何苦大老远来找我喝这杯茶？人家给我面子，我就得伸手把这面子接住。小王庄这次做的确实不地道，受点惩罚也是应该的。只是，永生，我明白你在顾虑什么，做人做事不能太拘泥亲疏远近。情面这东西也分对象，有些叫人脉，有些叫累赘。你是我看好的人，年轻，有冲劲，有头脑，
咱们这一行最忌讳犹豫，整天情深意长，不是被别人拖垮，就是拖垮别人，当断不断，反受其乱。一个男人要想做出事业，就要学会如何在规矩内给自己创造最大的利益。见我不说话，刘宇意味深长地说道：“宇哥，你的意思我明白，不过我今天说过给小王庄3天的时间，这样行不行？再等3天，如果小王庄把钱掏出来，就给他们留条路，把今年的土豆卖了。但仅限于今年，哪怕明年给我40万，我不会再帮他们找销路，就当是对他们不讲规矩的教训，以后让他们自谋生路。如果3天后他们还死不悔改，宇哥你尽管动手，玩多大我都没意见。不管他们讲不讲规矩，但话我已经说出去了，这个规矩我得讲。”我笑了笑，讲出了自己的想法，同时也做出了决定。言而有信好，那就3天，正式谈完了。永生，到了你的地盘，怎么也得管哥哥一顿酒菜吧？刘宇赞许地点点头，咧嘴笑着说道：“宇哥，别说酒菜，你想要一条龙我都给你安排了。”我也顺势开起了玩笑。3天一晃而过，我准时去小王庄，这是他们最后的机会了，也不知道胡有才他们能不能把握得住。看到我来了，正和胡有富有说有笑的胡有才顿时拉下脸，蝙蝠身上插鸡毛，也不知来了个什么鸟。狗腿子李柱在一旁嘀咕道：“我懒得跟这种愣头青一般见识，径直走向胡有才。胡村长，3天的时间到了，我来要说法。”我居高临下看着胡有才：“周永生，我看你真是有点不知好歹了，听不懂人话是吧？上次给你个台阶让你走，你还敢追上门来要，不识抬举。柱子，去叫人，让这个不知死活的家伙知道，咱们小王庄也不是好欺负的。”胡有才一瞪眼，扭头冲李柱喊道。李柱撒腿就往外跑，准备叫人。胡村长，这是打算给我来硬的？我拉开椅子坐下，波澜不惊地看着胡有才。硬不硬的，等人来了再说。胡有才没想到我还能保持镇定，脸色阴晴不定，拉着胡有富到墙角嘀咕起来。很快，村委会门外就响起一阵嘈杂的脚步声，20几个小王庄的村民从门口挤了进来，占了满满一屋子。乡亲们，咱们小王庄的土豆能卖出去，靠的是什么？是品质。大王庄的周永生说，这土豆是靠他才卖出去的，跑来问咱们要20万的好处费。你们说这钱该给他吗？人一多，胡有才立马有了底气，跳出来开始拉情绪。不能！村民们异口同声地喊道。那个春花神喊得最大声，假牙都快从嘴里飞出来了，整齐的就像喊口号一样，我都怀疑这帮人事先排练过。听见没？我们村不答应。胡有才扭过脸，得意洋洋地看着我。这就完了？还以为胡有才让李柱去叫人，能摆出多大的阵势来呢？结果来了一帮人，喊了句口号就完事了。说实话，我有点失望。你们摸着自己的良心问问，是不是说过只要我找着买家，就给我20万中介费？当初你们一个个求着我，让我帮你们找销路，现在找着销路了，就翻脸不认人了。你们小王庄的人就是这么做事的，说话跟放屁一样，用人朝前，用完人朝后，还有没有点诚信？还讲不讲点规矩？我站起来，目光从这些人脸上扫过，沉声问道：少说那些没用的，土豆是我们一个一个辛辛苦苦种出来的，跟你有什么关系？张口就要20万，你知道20万能买多少土豆吗？真敢开口呀！人家孙总本来就想买我们村的土豆，没有你，我们照样能卖出去。这下让你捡了个现成便宜，跑我们村来要钱，你碰瓷呢？告诉你周永生，你要好声好气说话，我们还能留你吃顿饭，想要钱1毛都没有，敢来小王庄撒野，信不信让你站着进来躺着出去？那帮村民立刻乌泱泱叫唤起来。我的脸色越来越阴沉，原本以为这么多人总有几个明事理的，哪怕说句公道话也行，可是此刻他们一个个都昧着良心，好像跟我有多大的仇一样。我算是看明白了，这小王庄上下就没一个好东西。是哪个说让我站着进来躺着出去的？来，到我跟前说一遍。我提起椅子猛地往地上一蹲，吼了一嗓子。乱糟糟的屋子立马安静下来，几十道目光聚集在我身上。虽然没人站出来，但我能感受到这些目光中的恶意。一帮没中的货，再问你们最后一遍，答应的事还做不做数？能不能兑现？这钱还给不给我？我鄙视地看了他们一眼，再次问道：想要钱，做梦去吧！我们辛苦赚的钱，凭什么给你？就是真当小王庄离了你就活不下去了？你是个什么玩意啊？太拿自己当回事了！一帮人又七嘴八舌地嚷了起来。姓胡的，给个准信！我看向胡有才，我是村长，村民的意思就是我的意思。胡有才的嘴角扬了起来。好，别怪我没给过你们机会，有你们后悔的时候。我点点头，抬脚往外走。周永生，你有什么可牛逼的？李柱在我旁边叫唤起来。有种再说一句。我伸手一把薅住李柱的脖领，往起一提。李柱看着我像是要吃人的眼睛，
嘴唇动了动，一个字也没说出来。你也就这德行了。我松开手一推，李柱噔噔后退了几步。装什么啊，还不是被吓跑了？看他那德行，这会指定腿都软了，还敢来咱们村要钱，也不看看自己几斤几两。等我走出村委会，屋里又响起那些村民不屑的嘲讽，他们也就这点本事了。宇哥，你可以开始了。我头也不回地上了车，拿起手机打了出去。好，我这就联系孙总，你那边联系好下家，不管怎么样，不能耽误孙总的生意。刘宇的声音传了过来。明白，我这就去，天黑之前给你消息。我立刻应下来。1周后，我正在县城一家酒店和刘宇以及孙总吃饭，服务员突然竟然说有人找我。出去一看，是胡有才、胡有富、春花婶这帮小王庄的村民，估计是听人说我在这家饭店，专门赶来的。永生啊，麻烦你找孙总问问，这土豆怎么说不要就不要了？胡有才苦着脸掏烟给我。你们小王庄的事，我可掺和不起。你们多牛逼啊，来找我干嘛？我冷笑一声，没有接。永生，咱们都是实在乡亲，有事你不能不管啊。给孙总打电话不接，找他人也不见，你就帮忙问问到底是怎么回事。胡有才小心翼翼地看着我，早已没了以往的嚣张。我顿时笑了，帮忙他们不计情，给机会他们不珍惜，生意还没做明白，先学会过河拆桥了。既然他们不讲规矩，那我也就不会心慈手软了。按照孙总公司和小王庄签订的协议要求，小王庄的3000万斤土豆要在协议签订后45天内全部发货，运输的车辆是由孙总公司负责的。眼瞅着时间过了一半，除了第一批运走的300万斤土豆，孙总再没有派车来。如果不能在规定时间交货，小王庄是要承担违约责任的。时间越来越近，再拖延下去，剩下的2700万斤土豆，就算是加班加点装车，也不一定能在规定时间内运出去。小王庄着急了，胡有才给孙总打电话询问什么时候能派车来，可孙总连电话也不接。私下里找过孙总的胡有富，只能去孙总公司找他，可却被保安拦在门外，连孙总的面都见不着。面对这种情况，小王庄不知如何是好，全村上下都被愁云笼罩。事情并未到此为止，随后孙总公司向小王庄发了份公函，声明之前签订的收购协议作废，不再收购小王庄的土豆，要求小王庄退还20万预付款，还以小王庄违反协议规定提供残次产品为由，要求小王庄赔偿经济损失100万。小王庄有没有提供残次品，要看孙总怎么定义了。如果收购的土豆只是用来进行淀粉加工，那只要不生虫不腐烂就符合要求。可如果收购的土豆用来加工食品，比如薯片之类，对土豆的尺寸大小是有要求的。很不巧，孙总除了淀粉加工厂以外，还有一间食品加工厂。孙总收购的土豆虽然是给淀粉加工厂使用的，但协议上并没有标出具体用途。永远不要低估商人的狡猾。孙总公司每年不知要签订多少协议，起草协议的人早就把文字游戏玩到了神出鬼没的程度。一份看似合情合理、毫无漏洞的协议，条款背后就可能隐藏着无数杀机。小王庄这些只会种土豆、挖土豆的农民，怎么可能是那些常年靠文字吃饭的人的对手？地里长出的土豆肯定大小不一，从橄榄球到乒乓球都有。于是这就成了孙总公司的把柄，理由是公司收购的土豆是用来加工及食品的。但小王庄提供的第一批300万斤土豆，有1/3太大，有1/3太小，符合标准的只有1/3，这就导致公司不得不额外花费时间、精力和人工进行筛选，不仅增加了成本，还拖缓了生产速度。小王庄提供的土豆不符合标准，还是很明显的违规行为，终止收购是正常操作，要求赔偿也合情合理。就算打官司，有这一份双方签了字的协议在，孙总也是稳赢不输。当然，会发生这种事都是刘宇运作的结果。孙总的目的是为了收购淀粉加工厂的原材料，小王庄的目的是为了把土豆卖出去。我和刘宇的目的是为了牵条线，促成双方的供需合作，从中赚取佣金。本来大家相安无事，老实做好自己分内的事就好。可小王庄坏了规矩，那就是另外的结局了。之所以能在1周内达到这个效果，也是我和刘宇共同努力的结果。刘宇负责搞定孙总那边，而我负责给孙总提供新的供应商。3天期限一过，和小王庄彻底撕破脸以后，我不再仁慈，第一时间联系了另外2个盛产土豆的村子。孙总的生产不受影响，我又帮那2个土豆滞销的村庄解决困难，收获了2份人情和2笔佣金。重要的是，我和刘宇都出了心头恶气，可谓是3方欢喜。唯一傻眼的就是小王庄了。生意谈成了，土豆的销路找到了，村民们都要赚到钱了。可一转眼，生意又黄了，预付款要退回去，第一批土豆收不回货款，还要再搭进去赔偿款，来回一折腾，比土豆卖不出去赔的还惨。谁叫他们贪心呢？谁叫他们坏了规矩呢？一开始小王庄也不甘心，
胡有才专门去找过律师咨询，如果打官司能不能让孙总给他们赔钱。可律师了解事情经过后，直接告诉他还是乖乖按孙总的要求赔钱。白纸黑字的协议就是证据，真要闹到法庭上，孙总临时变卦，让小王庄赔200万，他们也得乖乖赔钱。连20万中介费都想赖掉的人，又怎么舍得赔100万？小王庄上天无路入地无门，万般无奈之下，胡有才只能厚着脸皮带人来找我帮忙了。他们想让我去找孙总说情，继续履行收购协议。可我还会答应吗？在行动之初，刘宇就叮嘱过我，开弓没有回头箭，战场上没有情分可言，能一招定胜负，就绝对不要搞什么大战300回合，那样的结果只能是伤敌1000，自损800。所以从一开始，我们就是奔着把小王庄一把拍死来干的。胡村长，还有小王庄的诸位村民，我要是没记错的话，那天你们已经把话说得很明白了。小王庄的土豆跟我周永生有什么关系？既然没关系，我凭什么要帮你们的忙？我看着这帮言而无信、翻脸比翻书还快的人，冷笑着说道：“永生，我们也不想这样，可现在不是没办法了吗？孙总那边土豆也不收了，货款也不结了，让我们退预付款，还要赔偿。真要这么搞下去，那小王庄的村民就得砸锅卖铁了。”胡有才都快要哭了：“永生，你可不能见死不救啊！真要是赔钱，婶子把房卖了都赔不起啊！”春花婶的演技更胜一筹，直接哭出声来：“与我何干？”我冷笑一声说道：“卖力表演的胡有才和春花婶俱是一怔，不可思议地看着我：“你们砸锅卖铁还是卖房子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你们就算去要饭，跟我又有什么关系？你们是我什么人？凭什么找我？我是你们什么人？凭什么帮你们？”我看着眼前这帮人，丝毫不觉得他们可怜，只觉得他们可恨。你怎么能这么说话？咱们都是乡亲，互相帮助。胡有才还想狡辩。闭嘴！乡亲这2个字从你嘴里说出来，我都觉得恶心。什么是乡亲？互帮互助，互相友爱，那才叫乡亲。我们大王庄谁家有事，全村老小都赶来帮忙，那叫乡亲。邻里之间谁也不占谁的便宜，该给的给，该拿的拿，那才叫乡亲。你们怎么做的？当初求着我帮忙找销路，又拉关系，又哭惨卖穷，我把销路给你们找到了，你们怎么做的？翻脸不认人，仗着人多威胁我。那个时候怎么不说我是你们的乡亲？占便宜的时候我是乡亲，占完便宜我就是仇人，咋了？现在又想着来占我的便宜了？知不知道当初为了给你们小王庄的土豆找买家，我请孙总吃了多少顿饭？知不知道那一顿饭要花多少钱？光是一瓶酒就得2000块。你们谁想过我付出了多少？现在有难了，又想起我来了？我呸！我一口痰吐在胡有才脚下，直接开骂：“永生，是我们的错，是我们眼皮子浅了。你有本事，你别跟我们一般见识。你看这样行不行？你帮小王庄，只要把事办了，还是20万、30万，一分不少给你。我保证。”胡有才做事拍了拍自己的脸，又开始跟我做保证：“你的保证比狗屁还不值钱，我要信你，除非脑子被门挤了。趁我现在还没翻脸，赶紧哪来的回哪去。”我甩甩手，扭头就要回包厢。别呀，永生，咱们都是乡亲，你不能这样。胡有才一把拉住我的手，不让我走。饭店里大庭广众闹了这一出，不少顾客都纷纷围了过来看热闹。干什么呢？想打人是吗？这个时候，刘宇和孙总一前一后走出了包厢。见状，刘宇暴喝一声：“孙总，孙总，终于见到您了！我们小王庄的土豆绝对没问题，您怎么好好的就不要了呢？”看到了孙总，胡有才连忙松开我，又奔着孙总去了。我是买家，我说有问题，他就是有问题。你们小王庄不光土豆有问题，做人的问题更大。我是生意人，小到几百万，大到几十几百亿的生意都做过，知道做生意最重要的是什么吗？是要讲规矩。可你们这些人一点不守规矩，为了点蝇头小利，什么事都能干得出来。孙总气愤地指着胡有才的脸训斥起来。面对这种大老板，小王庄的村民即使有千般万般不服气，也只能乖乖耷拉着脑袋挨训。还有你叫什么来着？胡有富是吧？我最看不起的就是你。永生和刘宇为了你们村的事，想尽办法让我收购你们村的土豆，你又是怎么做的？转过脸来跟我私下谈生意，还拿什么狗屁介绍信来？那张破纸我擦屁股都嫌硬。为了赖掉人家的中介费，为了把好处揽到自己碗里，连帮过自己的人都能坑，你还算是个人吗？知道我为什么没答应你吗？因为我信不过你，你这种人只要有利益，连亲爹亲妈都能背叛。告诉你们，老子现在改主意了，300万赔偿金，少1分就等着收法院的传票吧。孙总的火气有点大，训完胡有才，又指着胡有富一通输出。孙总，其实这样对咱们都有。胡有才硬着头皮还想再争取一下。胡有才是吧？
你一个村长，做事连小孩都不如，背信弃义，过河拆桥，出尔反尔，3岁小孩都知道说到做到。你这把年纪都活到狗肚子里了。永生是我兄弟，碍于他的面子我才答应帮忙找孙总收购土豆，要不然你们是死是活关我屁事。我兄弟一番好心给你们找买家，好处没拿到，谢谢没听到，你们还合起伙来欺负他。你咋那么牛逼呢？你要真牛逼，现在别来找我兄弟啊！我不是看不起农村人，但我确实看不起你们这种人，要本事没本事，要脑子没脑子，肚子里除了坏水没别的，还好意思找到这来让我兄弟再给你们帮忙？咋的？真把自己当宝贝了？人见人爱啊！求人帮忙的时候恨不得跪下来当孙子，人家帮完忙就站起来要当爷爷。你们没被雷劈死都要感谢天气预报。刘宇打断胡有才的话，指着他的鼻子一通臭骂。现在网上都说农村人刁蛮，也不完全是夸张，这帮人不就是吗？确实，求人帮忙就得有求人的态度，人家帮了忙就该回报人家，这是规矩。这些人真是不讲规矩。要不说穷山恶水出刁民，可怜之人真有可恨之处，沦落到现在也是他们活该。该说不说，这帮人的脸皮确实够厚的，怎么好意思再来找人家的？那些围观的顾客们也逐渐弄清了事情的原委，纷纷开始指责小王庄这帮村民们。顶不住民众的压力，最后胡有才还是带着人灰溜溜离开了饭店。经过这么一闹，他们会认识到自己的错误，会改变吗？当然不会，狗怎么能改得掉吃屎呢？小王庄村民们知道找我是没希望了，于是又把主意打到了别的方面。于是在孙总公司安排货车去我重新介绍的那2个村装车运土豆时，胡有才带着小王庄的村民去闹事了。他们拦着不让装车，声称孙总收购的是他们村的土豆，让司机把货车开到小王庄去。胡有才的想法很简单，就是想借机把事情闹大，逼孙总顾及影响，从而向他妥协。只可惜他们的主意打歪了，因为这种事根本就不用孙总出面，他只是个收购商，选择收购哪个村的土豆是他的自由，他只要等着收货交钱就行。可小王庄这种无理取闹的行为，无疑影响到了那2个村子的利益。除了小王庄自己，也没谁把小王庄当回事。如今小王庄上门闹事，想搅黄他们的生意，那2个村子自然也不会惯着他们。很快争吵就发展成了动手，李柱那个愣头青还把人打成了重伤。本来就是一起普通的买卖交易，硬是被搞成了刑事案件，李柱直接就被警察带走了。这一下他再没机会给胡有才当狗腿子了。这件事也上了我们地方电视台的法制新闻，掀起了一波打击村霸地痞的整治活动。带头闹事的胡有才、胡有富兄弟俩直接以聚众滋事为由被抓了起来，被现实教育过他们不长记性，那就让法律再教育教育他们吧。与此同时，孙总也添了一把柴，一纸诉状把小王庄告上了法庭，退还预付款，赔偿300万。随着胡有才被抓，孙总提起诉讼，小王庄群属无首，村民们人人自危，生怕牵连到自己，惶惶不可终日。至于村里那些已经挖出来堆在田里的土豆，村民们也只能大眼瞪小眼看着，却无计可施。经过调查，之前那20万预付款已经被胡有才转移到了自己名下，直接被司法机关强制收回退还给了孙总。而顶不住审讯压力的胡有富也如实交代，村民们都是受他哥哥胡有才唆使才去闹事的，而他本人绕过刘宇，私下去接触孙总也是受胡有才教唆，理由是可以省下20万的中介费，而且从此以后就可以和孙总搭上线。等到明年再出售土豆时，他们兄弟俩就可以单独和孙总谈收购价格，瞒着村民赚取差价。胡有才的野心不小，他看上的可不是给我的那20万，他想要的更多。要是他的计划真的得逞了，每斤土豆赚个5分1毛的差价，全村他得赚多少？墙倒众人推。得知这一消息的小王庄村民们也纷纷检举揭发。据他们所说，一开始找我帮忙联系收购商的时候，虽然觉得20万中介费有点高，但并没有人反对。后来孙总来小王庄签了收购协议后，胡有才就开始在村里各家各户游说了，说只要按照他说的做，每家就能省下来几千块钱。他们也是被猪油蒙了心，才糊里糊涂的答应了。对于这种说辞，我嗤之以鼻。契约精神是人的基本素质，好不好？明明就是自己贪心而已，现在只不过是一股脑把责任推卸到了落网的胡有才身上。他们但凡能守住底线，也不可能被胡有才的借口说服。我联系的那2个村子的土豆品质丝毫不比小王庄差，孙总的生意并没有受到影响，而且孙总还专门把小王庄退回来的20万预付款给了我，当做这次我给他找卖家的佣金。兜兜转转，这笔钱我还是拿到手了，只不过是以另一种方式。除此之外，孙总对小王庄的索赔诉讼也得到了法院的支持，不过村委会的账面上只剩下不到1000块钱了，连赔偿金额的零头都够不上，所以赔偿的事就得由村民们来承担了。可是这样一群见利忘义的人，
又怎么能心甘情愿给孙总赔偿呢？让他们掏钱比要他们的命还困难。最后，孙总提出了一个这种的方案：既然没钱赔偿，那就用土豆抵债。于是，在相关机构的监督下，孙总公司按照之前的收购价格，又从小王庄拉走了750万斤土豆，价值300万。土豆被拉走了，1分钱没拿到，小王庄村民欲哭无泪。据说家家户户都在咒骂胡有才、胡有富兄弟俩。土豆销售遇转折，农户反赔收购商，这件事也引起了不小的轰动。人们口口相传，再加上媒体的渲染，甚至传播到了周边几个相邻的省份。真相是什么？其实并没有多少人知道，大家所看到的只是这件事的表面以及后续引发的思考，而思考的结果就是小王庄的名声臭了。在旁人看来，小王庄就是典型的不遵守协议约定，以次充好，谋求利益。小王庄都是一群以种土豆为生的农民，孙总是家财亿万的大老板。可这又怎么样呢？没有人觉得是孙总在欺负小王庄。现在已经不是谁弱谁就有理的时代了，人们更加相信证据。与此同时，周边县市和省份的农贸品商会也联合发出了声明，拒绝收购小王庄的土豆，甚至还有不少本地的老板放言，决绝和小王村进行任何形式的合作，包括农产品交易和用工等等。其实这份声明更多的是在表达一种态度，毕竟小王庄已经给外界造成了弄虚作假、夹杂残次品的印象，一般人也不敢买他们的土豆了。塞翁失马焉知非福，我被小王庄坑了一把，却同样也得到了回报，而且我的回报还远不止那20万。因为我的介绍，那2个村子原本滞销的土豆一售而空，解决了村民们的难题。为了感激我，2个村子的村长带着各自的村民敲锣打鼓来给我送锦旗。这件事恰好被政府宣传部门得知，专门对我进行了宣传和表彰。我被授予了新时代农人和杰出农村青年的称号。虽然我只是一个掮客，可我也在用自己的方式帮助农村，振兴农村经济，改善农民生活，提高农产品销售，不一定非要局限于只买直卖。我能介绍收购商收购农产品，本身就是在替农民解决难题。至于收取的中介费用，那也是劳动所得。这份宣传也使我名声大振，有不少的老板纷纷与我联系，希望能和我长期合作。这是你的转折，也是机遇。你可以借这个机会铺设自己的人际关系网，以后就不用什么事都来找我了。从今以后，你会结识越来越多的人，你的路也会越走越宽。但你切记一点，任何时候任何事都要守规矩，只有在规矩之内，你才不会犯错。刘宇特地打来电话，语重心长地叮嘱我。临近年关，我去小王庄看望舅老爷，路边的农田里堆满了烂掉的土豆，那些都是孙总拉走底价赔偿后剩下的。到头来，小王庄的土豆还是没能卖出去，放烂了，只能倒进农田当肥料。有了这些肥料的滋润，想来明年的土豆产量会再创新高。可那有什么用？以小王庄目前的处境，短时间内这里就别想卖出去一颗土豆。这世上不管是人还是事，都要在规矩之内。法律法规是干什么用的？不就是给人的行事尺度定下的规矩吗？破坏了规矩就要受到惩罚，这是亘古不变的道理。为了赖掉20万的中介费，赔钱赔人赔货，只能说得不偿失。扔在地里那些烂掉的土豆，就是对他们不讲规矩的惩罚。